中美贸易谈判达成休战90天后，素有雕盘侠之称的胡锡进异常兴奋，高呼太棒了，是巨大胜利，要给中国谈判团队点一个大大的赞。北京官方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胜利的样子，倒像是准备后事的节奏。就在中美宣布达成贸易会谈协议的当天，北京发布了一份有关国家安全的白皮书，强调世界新的动荡变革，中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罗列了一大堆风险和挑战，什么政治安全了，国家利益了，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了，充满一种西风残照的荒凉。难道中南海就这么不安全吗？中南海还真的有些踏空了，它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自己的，是靠美国撑起来的，一旦离开了美国市场，马上就熄火了。习近平嘴还是软不下来，李强可能要务实一点。今天他属下的国务院专门开了一个推进会，要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川普真的把李强这号人打醒了吗？李强他们真的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短板，要用心弥补吗？还是中南海在利用90天的休战期赶快舔舐伤口，缓过气来继续和川普格斗吗？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国内大循环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国内国际双循环2020年5月14号，习近平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提出了双循环经济政策，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可是习近平看重的是技术创新，强调技术自主，强调自力更生，最终成为世界制造业巨头。这种追求恰恰拖了中国经济的后腿。天平没有倾向国内，而是向国外倾斜。在这种态势下，北京一早就布局的国内大循环势必要跟美国脱钩了。吕奥学者李元华认为，我想他不想跟美国脱钩，但是他又不得不做防范，因为现在这个经济形势就是确实是很糟糕了。他在开会里提到的几个问题实际上是无解的，比如说农民工的问题，大学毕业生的问题，他自己强调了很多什么高新技术，而且实际上这些技术过去靠偷，现在人家一卡脖子，包括现在搞的芯片工程也到最后不了了之，全崩塌了。现在他自己找不着新的增长点，这个大的内循环呢，过去一直在讲了很多年了。实际上，他这个经济发展的畸形化，就造成了他今天的这种危机。他实际上是非常依赖出口，他每年的出口的贸易顺差非常大。大家都已经通过美国的关税，已经意识到了中共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这种威胁，大家开始防范了。那么他过去想大举的把自己过剩的产品倾销到国外的这条路子基本走不行了，国内已经非常卷了，你再让他循环怎么个循环法？大家挣不来钱，谁敢花钱？还要升级的花钱，这本身是矛盾的，是无解的。习近平这种经济政策耗资巨大，据专业研究机构估计，直到2019年，中国每年要为制造业花费大概18万亿人民币。这种政策让囊中羞涩的中南海不堪重负，国内市场消化不了这么大量的过剩产能，只能涌向海外，大部分销往美国。中国对美国长期而巨大的贸易顺差，终于让川普竖起关税高墙，决心对贸易不平衡予以纠正。在经济学家看来，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对新科技和制造业投资过大，长期忽视社会保障体系，普通百姓在退休、养老和看病问题上大多依靠自己的积蓄，在房地产泡沫破裂、经济衰退的当下，更是勒紧裤腰带，不敢花钱消费。北京不是不紧张这种消费日益萎缩的局面。去年12月4号，发改委印发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方式打通内循环经济堵点，
促进内需，提振投资。统一大市场本身就是中国市场零切碎割的现实写照。中国各省各市对外都有保护壁垒，例如山东青岛啤酒远近闻名，但在北京市场却很难见到。北京市政府要保护本地的燕京啤酒，这可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大户。这样的市场经不住川普关税战的折腾，很多外媒偏偏说川普退却了。彭博社5月13号的报道说，习近平的坚持立场、强硬对抗起了作用，美中协议几乎满足了北京方面的全部核心诉求。真是这样吗？资深媒体人蔡胜坤5月13号转发中国学者赵晓的文章，这样说：川普闯关成功了吗？让数据来说话。4月，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通胀数据， CPI 消费物价指数 2.3%， 核心 CPI 2.8%， 双双低于预期，为2021年以来最低。关税收入达1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3%， 创下历史新高。股市没有崩，反而爬了起来。自4月22日起，标普与道指连续9日上涨，5月初创下2004年以来最长连涨纪录。赵晓总结说，川普闯关成功了吗？在数据上是的，在市场上是的，在选举路上他仍在闯，但已经手握先机。一句话，轻舟已过万重山，而更大更美的风景就在前方。中国呢？中美贸易战熄火，中国股市却萎缩了。5月13号，中美达成关税休战协议带来的初步乐观情绪逐渐消退，中国股票在香港下跌，中国国内消费怎么也上不来，这让中南海不得不再次拿出做强国内大循环这个题目。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认为，事实上呢，中共的整个的政策导向是为了政权的安全，所以他把经济工作作为维护政权安全的一个手段。那么怎么样对维护他政权、维护他的专制统治有利，他就怎么来。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他一方面是绝不可以跟美国脱钩，因为如果前面彻底脱钩呢，中国经济会一落千丈，那么就会彻底的威胁到他的政权，所以呢，他不可能脱钩，他可能做这方面的准备。但是呢，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里面呢，他又要顾虑到他自己的经济政治上的影响，所以呢，他总是东一榔头西斧子，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反反复复的顾此失彼，他失去了一个章法。他又要把中国经济滑坡的责任呢，通过舆论宣传要嫁祸于美国，认为美国西方不好，导致中国经济问题，又要虚与委蛇，让人家觉得中国还是愿意开放，还是愿意跟世界打交道还是不愿意脱钩。但是呢，事实上他很多领域是绝不可能开放的，比如说你媒体、网络、西方的社交媒体 Google 油管推特你这绝不可能进入中国市场。所以呢，他各种各样的措施政策呢走下来的结果呢，就是一个无头苍蝇乱窜。那么他现在又在提所谓的国内的大循环，他还是想从舆论、从人的主观意识角度去做一点所谓的提振。跟美国、跟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又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那我们继续走所谓的国内的大循环，加大国内的投资消费力度，关起门来，我们国内的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潜在的需求激发出来我们也能过得不错。但是事实上这个逻辑是行不通的。赖建平认为，北京开这个内循环促进大会，就像一个人陷在泥沼里面，自己抓自己的头发试图跳出来。中共的基本制度本身就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没有新的增长点，国内民众不敢投资，投资没有回报，没有信心，北京再怎么吹怎么画饼，老百姓还是不相信。
老百姓如果感觉到经济形势好转，有前途未来，就不需要政府天天鼓噪什么大循环，老百姓自己就知道怎么改善生活，怎么过日子了。川普宽宏大量，给了北京90天缓冲，中南海能把握得住吗？你又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